婚后半年多，老公把公婆接来家里暂住。我本以为一家人会度过一段其乐融融、欢聚一堂的光景时，不想公婆却对我的生活方式毫不掩饰地指手画脚了起来。看在他们是长辈的份上，我尽力一忍再忍。可直到那天回到家，我发现自己养了7年的猫竟然离奇失踪，而且我还在公公的身上看见了散落的猫毛。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佳佳，你什么时候做饭了？在香甜的睡梦中，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推搡着我，这巨大的动作迫使我半睁开了惺忪的双眼，缓了几秒钟后，我才认出眼前正在叫我的人是婆婆。妈，怎么了？我揉了揉自己的睡眼，半撑起身，轻声询问着婆婆：佳佳，妈想问你什么时候做饭？我和你爸都有点饿了。听着婆婆的话，不由得抬起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钟表，现在还不到下午3点，而中午11点多的时候才刚刚吃过饭，好不容易赶上一个周末，我可以适当的犯懒一会儿，心里实在是有些不想离开这柔软的大床。于是我试探性的张口：妈，最近有家新开的店，我听说不错，要不我们订一点外卖吧？我话音刚落，婆婆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刚刚的那抹笑意耶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虽然她没有说出什么拒绝的话，但她静静看着我的这副样子，让我直接就明白了她的想法。我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后认命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见我起来做饭，婆婆立马又喜笑颜开了起来，一旁的公公也在这时点起了菜，说自己要吃红烧肉。我现在这悲催又苦逼的生活，还要从1个月前说起。那天，老公王涛下班回来后，情绪十分低落，连话也不说几句。我这个当老婆的，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连忙关切地询问起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在我的追问下，王涛告诉我，今天婆婆给他打来了电话，说是很久没见到他，很想他，想和公公一起过来住一段时间。听完王涛的话，我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儿，由于王涛的老家是外地的，所以自从我和他结婚的这半年多，因为忙于工作，他也一直都没有回家。我觉得父母想念孩子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也只是暂住，并不是常住。我没有那么的不通情达理，于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件事情。见我这么痛快，王涛突然一下子把我搂在了怀里，眼眶有些微红，声音也带着丝丝哽咽地说，他原本还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说这件事情，怕我不同意，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包容和理解他，觉得能娶到我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看王涛这副样子，我当下也立即表示会像对待我亲生父母那样对待公婆。就这样，很快公婆就拎着大包小包，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我和王涛的小家。起初，我本以为公婆的到来会让我们一家人度过一段非常美好且其互帮互助的日子，但事实证明，确实是我想多了。自从公婆搬过来之后，不仅什么都不做，还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和王涛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后还要烧饭洗碗，打扫公婆白天弄脏的地板。如果我提出要找小时工或者是点外卖的想法，公婆就会立马阻止我，或者是一脸不悦地盯着我看，所以我只好作罢，亲力亲为地做着这些事情，还要保证能让他们满意。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话真的没有说错。
公婆来家已经1月有余，却丝毫没有要走的迹象。从之前说的短住一些时间，已经逐渐演变成了这个家的主人一般。之前王涛在家，每天可以和我一起应付公婆，一起做家事，但最近这段时间，他临时被派到外地出差，以至于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落在了我的头上。不知是他们故意如此，还是怎地。自王涛出差后，他们使唤我使唤得愈加顺手起来，甚至还对我提出了很多我认为比较过分的要求，例如地板要擦几遍，要怎么擦，洗碗不仅不能用太多水，还要洗得干干净净。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了，而且每次我埋头干活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帮下忙，反而还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上，趾高气昂地对我手上做的活儿指手画脚，美其名曰是看看我哪里做得不好，好帮我指出来，让我加以改进。我是当初答应了王涛会像对待我父母那般对待公婆，可他们毫不心疼的使唤，让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亲媳妇，甚至都没把我当人看。毕竟我爸妈可从来不会让我做这些事情，更不会在我加了1天班之后回家连口饭都吃不上，还得反过来给他们做饭。所以将心比心，我受够了公婆的行为，也十分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同意让他们过来。如果知道是这样的情况，哪怕不惜和王涛争吵冷战，我也绝对不会同意这件事情。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他们已经实打实地住进了我们家。我只想着等王涛出差回来后，就把这些事情和他说清楚。如果他父母实在是不想离开，那我们就在附近的小区给他们租个房子先住着。反正我没有办法接受再这样和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时间久了我肯定会因此神经衰弱，或者是患上抑郁。就算是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也必须要把他们赶走。我在心里暗暗下起了决心。正好这时锅里的菜也做好了，看着正坐在餐桌上等着吃饭的公婆2人，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王涛下周才能回来，这段日子我还是得先把他们应付好。毕竟现在王涛不在，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他们能依靠的只有我。我还是要把这最后一班岗站好。刚把菜端上桌，公婆就毫不客气地大口吃了起来，而我看着这些饭菜，此刻却没有丝毫的食欲。于是我转身在置物架上拿了一根猫条，开始逗弄起了毛球。毛球是我养了7年的蓝猫，毛茸茸圆滚滚的，十分惹人喜欢。此刻它正翻着肚皮，眼睛圆溜溜地盯着我手上是猫条。我被它的这副可爱模样逗笑了，于是撕开猫条的外包装，忙不迭地喂了起来。看着它奋力进食，不多时就将猫条吃得干干净净，然后一脸眼足地趴在地板上，动都不肯再动一下。真是吃饱喝足之后就立马回归了高冷状态。我轻轻地将毛球抱在怀里，轻抚着它柔软的毛发。心理学专家果然没说错，猫咪可以让人感觉到治愈。我的焦虑和疲累在此刻顿时被一扫而空，有的只是温暖和快乐。正当我和毛球玩得一脸开心时，耳畔传来的咳嗽声一下子又把我拉回了现实。佳佳呀，我和你爸吃完了，你今天做的红烧肉挺好吃的。婆婆的话外音我自然是听得出来的，一个是让我去洗碗，另一个是让我明天继续做红烧肉给他们吃。我无奈地放下毛球，来到餐桌前开始捡起了碗筷。许是毛球一下子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得低落起来，她突然对婆婆呲起牙叫了一声，然后又飞快地跑回了卧室。我被这一幕顿时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真是又想替我出气，但是胆子又小。但看着婆婆那有些铁青的脸色，我还是开口解释道：“妈，毛球有点认生，之前对我也龇牙咧嘴的，你别往心里去，别和他一般见识。”说完这番话，我才端着碗来到了厨房，开始洗涮起来。只是这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婆婆眼里的阴狠，也根本不会想到他们会如此残忍。太阳的最后一抹金光逐渐消失在天际，夜色也随之降临了。做完了所有事情的我，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大床上追剧了。可还没等我看几分钟，一阵敲门声就扰乱了这份安宁。想都不用想，肯定又是婆婆不知道想要找我干嘛。我一边在脑海中搜寻起了自己是否有遗漏的事情，一边起身打开了房门。自从公婆搬来后，我就习惯了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反锁，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独属于我的独立空间。不过想必如果我没有锁门的话，婆婆肯定会像下午那般问都不问，一下就直接闯进来了，更别说还会像现在这样敲门了。果然，我刚打开门，就见婆婆有些不悦地说：“佳佳，你在家睡觉锁什么门？难不成是防着我吗？”婆婆的话让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那难不成呢？谁会愿意让别人随意地进入自己的房间，说都不说一声的就闯进独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道：“妈，睡觉锁门是我的习惯。再说了，你有事儿，我这不是也以最快的速度开门了吗？伸手不打笑脸人的道理谁都懂。见我都这么说了，婆婆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于是直接走进了我的卧室。她先是环视了一周，在看到床头摆放着的零食时，她的瞳孔骤然一缩：“佳佳呀，这些零食既没营养又贵，里面还全是防腐剂，你看你不吃饭就吃这些东西，身体才这么瘦。”婆婆边说着，边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顺势还翘起了二郎腿。“妈，我平常不怎么吃零食，今天是看了会儿电视剧，闲着没事儿才吃2口。”说完，我还用眼睛瞟了瞟放在床上的电脑。婆婆的话让我已经有点不舒服了，毕竟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管着我。况且我瘦是因为我一直有在健身保持身材，身体不知道有多健康，和吃零食吃的营养不良有什么关系？可能是她说一句我回一句的态度让婆婆很是不满，她的脸直接一下子耷拉了下来。不过现在我心里也是非常烦躁，所以就更不会轻言细语的再哄着她说几句话。可能是看我一直不说话，也并不打算主动说什么，最后还是婆婆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佳佳，妈今天晚上来找你，是突然想起来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和你说。这几天趁你上班，我有时候会帮你收拾收拾卫生。我看你那梳妆台上瓶瓶罐罐的摆了那么多，你就这一张脸，哪用得上那么多？而且那些东西应该也都不便宜吧？小涛在外面赚钱不容易，你这样子的花钱架势，有多少钱也不够你败的。有钱就应该用在刀刃上，用在家庭当中，这些东西你就别买了。”婆婆的话让我觉得很是可笑，她什么时候收拾过家里的卫生？这些活不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吗？她只不过是在我面前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她趁我不在家偷偷翻我东西的事实。再说了，不管我买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我花的都是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是我的自由。况且，就算我花的是王涛的钱，
她也无权干涉，因为我和王涛是夫妻，钱也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作为他的老婆，如果我都没有资格花钱，那谁还能有资格管天管地？婆婆也管不着我们夫妻俩之间的事情，更管不着我的钱该怎么支配。想到这，我的火气愈发浓烈了起来，也再没有办法忍着脾气和婆婆说话了。我叫你一声妈，是看在王涛的面子上，如果不是因为有王涛，我们之间非亲非故的，我没有任何必要来这样天天照顾你们。这一点，我希望您能明白。再说了，不管我买什么东西，您都无权过问。先不说我自己有工作，就算我没有工作花王涛的钱，那也和您没有关系。王涛都没有说什么，您在这指手画脚的，未免管得也太宽了。您要明白，王涛找的是老婆，不是任你使唤的奴隶。看着婆婆被我对得哑口无言的样子，我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将她赶了出去，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地拖泥带水。做完这一切后，我倚靠在门上，重重地呼了一口气。此刻只想高呼一声好爽，可终于让我解气了。第二天，我迎着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睁开了眼，没有了公婆的叨扰。这一夜我睡得格外安稳舒服，做好了自己的一人份早餐，又给毛球放好猫粮后，我才慢悠悠地出门往公司走去。这是自公婆来这之后，我第一次没有给他们准备早餐，也是第一次没有那么急匆匆地跑向公司。由于我和王涛的早餐很简单，一般就是一杯牛奶，一个三明治，只要几分钟就能准备好。但公公婆婆却吃不惯这些东西，非要我也给他们准备单独的早餐，否则我就是不待见他们。为了不让自己背上不孝顺的这个罪名，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们。而后我就过上了早上又要熬粥，又要煮鸡蛋，甚至有时还要煮面、烙鸡蛋饼，这让我不得不起得更早。但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这让原本就很疲惫我根本就睡不够，早上赖在床上不愿意起来，所以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每天早上都要掐着秒表计时，甚至有时准备好了他们的饭，但自己却因为时间问题来不及吃饭，只能饿着肚子去上班。回想这些日子，我不由得抖了抖自己的身体，真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不过既然事已至此，我也并不打算再去公婆面前做小伏低了。毕竟现在我已经看透了他们二人，无疑就是在故意的欺负我、抓唬我罢了。如果我还主动去找他们求和，那他们肯定会觉得已经拿捏住我了，直接就会骑在我的头上。想必我今后都不会再有什么好日子过了，所以我又怎么能让他们得逞呢？现在我只想着大家就这么相安无事的互不打扰。等王涛回来后，他要不就把他爸妈送回老家，要不就自己租个房子给他们住。反正我是没有办法再接纳他们，和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了，只能说是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下班后我回到家，没有公公婆婆的使唤，家里显得很安静。在享受了一会儿这久违的宁静后，我才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以往我下班回来后，毛球总是会慢悠悠地走过来，在我的腿边蹭来蹭去，意思是让我奖励他一个猫条吃。但今天我已经到家有一阵子了，但始终却不见毛球的身影，不由得我心里一紧，然后急忙站起身，从里到外地找了起来，就连厨壁和放东西的纸箱我都没有放过。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没有找到毛球。之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况且家里大门紧关，而毛球喜欢干干净净的一个人趴着，
也向来不喜欢没事儿往外面跑，那他到底能去哪呢？就在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突然想到公婆不是一直都在家里吗？我顾不上敲门，直接就冲进了他们的卧室，一脸焦灼的急切问道：“爸妈，你们看见毛球了吗？你的那只猫啊？”没看到。看着公公十分冷漠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在想着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已经僵成这样，既然他们说没看到，我也不好再多问些什么，于是就打算自己再去外面找找。正当我转过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却一下子瞥见了公公的毛衫上竟然沾上了猫毛，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根，但我还是确认这就是毛球的毛发。于是我一转眼睛，瞅了瞅在公公身后的婆婆，只见婆婆的手臂上包裹了一层纱布，指尖上也贴了几个创可贴，又是猫毛，又是创可贴，这让我很难不去联想些什么。虽然我现在很想质问公婆，他们到底把毛球弄到哪里去了，这种种的一切都表明毛球的失踪肯定和他们有关系，但奈何我现在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而且如果贸然和他们发生冲突，我怕他们就是不告诉我毛球在哪儿，万一伤害毛球，对毛球不利，那我也没有丝毫的办法。想到这，我尽力冷静好自己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然后从他们的房间里退了出来。正当我在客厅来回踱步地想着自己该如何炸出毛球的下落时，我在窗外瞥见了路边的工人正在给小区加装监控器。我一拍脑袋，突然想到了自己在刚搬进婚房时，怕毛球会不适应这个新环境，于是便安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以便我在上班的时候也能观察毛球的情况。后来我看毛球在新家适应得很好，每天都很悠闲，没有出现任何应激行为，我就放下了心，再没有去看过监控，也懒得再去把摄像头拿下来。只是如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我自己都不确定那个摄像头还能不能正常工作。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联系了当初购买摄像头的客服，咨询了一番后，又重新在手机下载了相关的 app， 忐忑地点开 app， 看着监控画面还显示着正常，我的心里一阵惊喜，然后就立刻打开了回放。此刻的我还沉浸在马上就能找到毛球的喜悦中，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会看到多么残忍的一幕。只见我早上刚出门，婆婆就立刻也从卧室出来了。在看到桌子上并没有我给她准备的早餐后，她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紧接着她来到了毛球的旁边。此刻的毛球正在疯狂干饭，并没有理会身边的婆婆，但婆婆却突然蹲下身，一把掐住了毛球的后颈，直接把她抓了起来，嘴里还念叨着：“畜生东西，我饿着肚子，你还在这吃上了，还真把一个畜生当成宝了。”说这话时，婆婆手上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手上因用力而露出的青筋。感受到疼痛的毛球开始在空气中扑腾了起来，希望以此可以逃离婆婆的魔爪，但婆婆却铁了心的要折磨毛球。她一下又一下地拔起了毛球身上的毛，这种行为无疑会引起猫的应激反应。疼得龇牙咧嘴的毛球逮住机会咬了一口婆婆的手臂，趁着她护痛的间隙，急忙从她手中逃脱，窝在了一旁的沙发上。婆婆的叫唤声很快就引来了公公，他看了看婆婆被咬的伤口，又看了看毛球，恶狠狠地道：“我早就看这个畜生东西不顺眼了，正好今天我就了结了他。家里就这么大，毛球自然是无处可跑。很快他就被公公抓住了，
婆婆见此，也急忙走到公公身边，和他一起折磨起了毛球。哪怕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毛球的目光里也没有丝毫的畏惧，依旧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秒，毛球还奋力反抗，用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对婆婆又挠又咬。我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看完的这些回放，我只知道现在我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了起来，巨大的愤怒和悲伤席卷着我。毛球死了，而且还是那么痛苦地被折磨而死。我本以为他们不会对毛球下死手，可能只是把它藏起来了，但没想到他们竟然毫无良知，就这么活活地伤害了一个生命。我养了毛球7年，它对我来说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宠物，更是我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被害死了，还是以这样残忍的方式，试问哪个母亲能不心痛呢？巨大的怒火让我额头上的青筋开始不断跳跃了起来，随后不管不顾地冲进了公婆的房间。看着婆婆此刻正悠闲地坐着，我直接一把将她推到了地上，不等她反应过来，我直接飞扑到她身上，薅起了她的头发。紧接着我和她就这样在地上扭打了起来。很快一旁的公公也加入了进来，但此刻我的脑海中满是他们伤害毛球的模样，所以也毫不客气地用力回击着。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只见几个警官突然破门而入，拦住了正在扭打的我们。原来是我们打斗的声音实在太大，都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害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才匆匆报了警。来到警局后，我向警官说了事情的始末，并拿出手机给他们看了毛球被折磨的视频。了解事情原委的警官在看向公婆时，眼神也不由得冷了几分。一旁的女警看着我那有些淤青的手臂和强忍着泪水的眼眶，忍不住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轻声安慰起了我。3个多小时后，我看见了王涛匆匆赶来的身影。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警官不可能不通知王涛。由于我的关系的特殊性，在口头教育了我们一番后，就让我们先行回去了。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言，到家后我更是一言不发的直接回了卧室，而王涛则是先去了公婆那边，不知道和他们说着什么。突然卧室的门被打开了，王涛缓缓地走了进来，坐到了我的对面。发生的事情警官都已经告诉我了。佳佳，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和我爸妈起冲突啊！毛球毕竟是个动物，死了就死了吧，我爸妈可是你的公婆呀。算了，你一会儿给我爸妈道个歉，我就不让他们再和你计较了。听着王涛的话，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涟漪，毕竟在他知道这些事情后，却没有在第一时间给我关心和安慰的时候，我就知道迎接我的将会是他无端指责我的这一幕。许是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过于疲累，我已经没有了任何争吵的力气，就那么一言不发的看着毛球喜欢玩的玩具，静静地呆坐着。而一旁的王涛还依旧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家冠冕堂皇的借口和道理，让我赶紧给公婆道歉。不知在想什么的我突然发问道：如果让你爸妈搬出去，离开我们家，你同意吗？我的话让王涛一愣，许是他没想到我会突然问出和他说的话没有关联的问题，但他也只是愣了一下。下一秒他就开口道：我的家就是我爸妈的家，他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佳佳，你要明白，我们要感恩父母，你也要孝顺我爸妈，快去给他们道歉。王涛的话让我心下了然，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不会让他父母离开，而且3句话离不开让我道歉。
一股巨大的悲怆在我心中蔓延开来。我在想，自己好像真的嫁错了人。我没有说话，而是安安静静地穿好衣服，准备出门。见我要离开，王涛抓着我问了一句：“你要去哪？”“散步。”在听到这个答案后，王涛放下了我的手，说了一句：“快去快回。”就又去哄起了他爸妈。我也是真的要去散步。今天发生的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在这里太过于窒息了。我需要去外面透透气。等一会回来后，我会和王涛提出离婚。这种种一切都让我意识到，我和王涛的婚姻已经走向了终结。而王涛的那番话也让我明白了，他当初想把他爸妈接过来时说的那些话和表现出的样子，也不过都是他故意在向我打苦情牌罢了。先用暂住的借口把他爸妈接来，反正等他们来了之后，如果就是不走，那我也拿他们没办法。回想起之前我因为又要顾家又要工作累得苦不堪言时，王涛除了会口头安慰我几句之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爸妈还有多久会走。所以这一切的从头到尾，他都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我从头到尾都是在算计。正当我在楼下的公园散完步准备回去时，突然瞥到了一旁正在跳广场舞的大妈，顿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如果就这样轻易地提出离婚，未免太便宜他们一家了。毕竟不管是我受的委屈，还是毛球的死，我都要向他们讨回来。想到这，我急忙来到了菜市场，随后就拎着大包小包的回了家。刚一进门，我就直接往厨房奔去。很快，我就做出了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我将公婆和王涛一一喊出来吃饭，看着我如此之大的转变，他们面面相觑，觉得很是诧异。我了然一笑道：“爸妈，今天是我冲动了，我在这向你们赔不是了，也向王涛道歉。他不在家的这段日子，不仅没能把你们照顾好，还惹了这么多的麻烦。你们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一般见识。我和王涛的日子还得过下去。”看着我这副诚恳的样子，公公率先开口道：“佳佳，你知道错了就行，爸妈也就都不和你生气了。今后家里的事情多听小涛的，女人总归是女人，还是得听男人的话。”看着公公一副把自己当成圣人训诫我的模样，我觉得又可恨又恶心。但为了能让计划顺利进行，我还是做小伏低的应承起了他的话。日子就这样过着。这半个月来，我受到了全家的一致好评。我比之前更加用心地照顾起了公婆的起居，可以说是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宛若一个24孝的好媳妇。看着他们逐渐对我放下戒心，觉得我已经被彻底驯服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这天下班回来后，我看见公公又一如往常般站在窗前。这次我没有选择无视，而是也走到了公公面前。“爸，你在这站着干嘛呀？是这的风景好吗？”我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公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佳佳，这城市啊，哪里都好，就是没个认识的人，天天在家里待着没意思。”公公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灿烂一笑，然后道：“爸，你觉得无聊，也不早点和我说。我认识一个刘阿姨，她很会跳广场舞的，可以让她教教你啊，这样既能解闷儿，还能强身健体，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我的话让公公很是心动，犹豫了一下后，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去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当即就表现现在就可以带他去。于是趁着公公换衣服的间隙，我拿起手机给那个所谓的刘阿姨发去了信息，让她赶紧在约定的地点等着。很快我就带着公公来到了目的地。果然
在看到刘阿姨的那一刻，我能明显感觉到公公的眼睛都看直了。这即便50多岁，还依旧绰约的风姿，凹凸有致的身材和舞动时那风韵留存的模样，又哪是婆婆所能比拟的呢？看着公公要咧到耳后根的嘴，我知道自己这钱算是没白花。很快夜幕降临，到了该回家的时候，看着公公那依依不舍的样子，于是我顺势提出2个人可以互相加个联系方式，空闲时可以约着一起跳舞。晚上我刚洗漱完，躺在床上，就收到了刘阿姨给我发来的短信。看着一切顺利的那4个字，我知道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天，公公每天不是捧着手机傻笑，就是急匆匆地跑出去。我知道他这肯定是去见刘阿姨了，所以每次在看见他出去时，眼里的笑意总是会愈加浓烈起来。不过很快，他这样的行为就引起了婆婆的不满。不过谁又会在意她的想法呢？直到这天晚上，婆婆突然闯进了我和王涛的卧室，对着我们哭诉道：“小涛、佳佳，你们俩要为我做主啊！你爸他不知道被哪个狐狸精迷住了，他现在要和我离婚呐！”婆婆悲痛的声音在我听来却是十分悦耳，但我还是装模作样的扶起了她，开始假意安慰了起来。不过这时，公公闻着声音，也迈着流星大步走了进来。孙秀芬，咱们俩之前的事儿，你和孩子们说什么？我告诉你，这婚我肯定是离定了。公公王世强指着婆婆，理直气壮地说道，好像那个有外心的人不是他，而是婆婆一样。不过转头，他又十分和善地看着我道：“佳佳，我和你刘姨已经正式交往了。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会觉得为难，但是这是我的决定，我要追寻爱情。”公公的这番话让王涛露出了一抹疑惑的神情，于是我开始简单的说起了自己让刘阿姨教公公跳舞的事情。佳佳，你这样让妈怎么办？还不等王涛把指责的话说完，公公就一把拦住了他。王涛，你这是干嘛？你责怪佳佳干嘛？佳佳也是好心，为了让我解闷。只不过爱情谁能说得准呢？我也没能想到能在这把年纪再谈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说话时，公公还露出了一副向往的神色。就这样，公公和婆婆很快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在要迎娶刘阿姨的时候，却遭到了王涛的极力反对。他告诉公公，如果谈恋爱可以，如果想让那个女人进家门，他是不可能同意的。他们父子俩也因此结下了仇。而这时，也该是我做出行动的时候了。我向王涛提出了离婚，理由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公公追求爱情没有错，王涛不该去干涉长辈的事情。我觉得他是个没有爱情的人。其实说实话，这个理由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笑，但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即使他竭力的想要挽回我，但我依旧不为所动，坚持离婚。离婚证下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刘阿姨发去了信息，并把最后的尾款结给了她。没过多久，我就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王涛一家的近况。我和王涛离婚没多久后，王阿姨就以王涛不同意她进门，她不想自己老了还被人戳脊梁骨这个理由，和王世强提了分手。自此就彻底人间蒸发，再也联系不上了。王世强因为接受不了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事实，犯起了相思病，整日在家里嘟囔着王阿姨的名字。而孙秀芬呢，她因为受不了离婚的打击，突发脑溢血进了医院，因为送医不够及时，最后造成了偏瘫这个结果。往后的日子只能在床上度过了。至于王涛呢，既要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妈，
又要管着接近精神失常的爸，怎么可能还会再有什么好日子过呢？半年后的一天，我在一个草丛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蓝猫。当我抱起它，准备送往附近的宠物医院时，却发现这猫竟和毛球长得一模一样，甚至都在耳后长有一颗黑痣。落日的金色余晖在此刻照耀着我，我知道这是毛球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至此，我获得了新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